日本最北的一级行政区，也是最受欢迎的旅游观光胜地，一年四季都不缺游客。每一年到了冬季的时候，你以为没人吗？我告诉你，到了冬季的时候，哇，像台湾啊，一大堆的年轻朋友们都要冲到这个地方来玩，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太美了。北海道的冬天有雪季，像身处在热带的我们，就会想要去看看冬季的雪景了。北海道面积非常的大，它有83423平方公里啊，也是日本面积最大的一级行政区。所以你以为北海道很小吗？有的人到了北海道，他会在点跟点之间去游玩的时候，会发现什么？为什么开那么久？天哪！你想想看，它是83000多平方公里耶，台湾才多大？所以它是台湾的好几倍大哎。再加上，如果你是冬天到的时候，本来路程有下雪，就会比较慢了。所以这个大家来北海道旅游，这是一定要有的概念，千万不要带着热带国家的概念来北海道，也不要带着自己国家面积的概念来北海道，因为北海道真的很大，它的冬天真的很美，尤其是北海道的东西南北，每一个距离在点跟点之间在走，有时候都要6-7个小时，5-6个小时都有啊。所以啊，像我们来这边拍摄，来秘境旅游，专门跑一些特殊景点的，当然路程就一定是比较长咯。现在我们准备去到一个所有人都很喜欢，大人小孩都爱的地方，它就是旭山动物园。小心！这么可爱的企鹅，谁能不爱？那聊起了企鹅呢，你就必须要知道旭山动物园的历史故事啊。旭山动物园在1967年就开园了，它是日本最北的动物园。那1994年，旭山动物园面对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当时它的园中爆发了人畜都会感染的传染病。那当时社会恐慌啊，所以当时的旭山动物园就马上关闭。但是关闭了1年，在开启的时候，你知道游客都不见了，业绩都跌到谷底了。那旭山动物园问题当然也不只是这个传染病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已啊，是因为这个地方当地的居民呢，早就已经玩到不想再玩了。你如果单纯的靠当地的居民自己的观光客，你很难做得起来。那当时的园方其实也没想到那么多哦，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些问题啊。那小孩子也没什么再去啊，那没有什么人啊，没有什么刺激呢。那这些动物呢，嘿，也懒了哈，就没有表演的欲望啊。
纵使它有花豹、海豹，我们看到的北极熊，还有现在的企鹅等等动物明星啊，但是没有用哦。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这小朋友最希望的事情呢，就是跟动物互动啊，或是看到动物跟动物互动啊。所以像小朋友喜欢抱抱花豹，天啊，这真勇敢啊！像小朋友如果说要抱狮子，你敢不敢让他抱啊？包含了更多的创意想象，想要看到海豹追企鹅，或者是看到花豹追羚羊，或者是狮子追人。天哪，那我囡仔给卡了呀，太血腥了，在想什么啊？那也有小朋友会想要看到企鹅在天上飞啊。这个应该叫做许愿啊，那这一些听起来好像都是幻想，对不对？但是呢，有道理，它不一定合理。日本的旭川动物园，它还是做了创新的改变。这个就像我常常跟着我的合作伙伴讲的一句话：你要改变思维，你要解放限制。我以前最常跟着我一起合作的 partner 讲啊，企业要有充裕的时间去筹备创新，你不要什么都不做，你不要等到危机的时候呢才想到要变革，你要勇敢改变你思维的框架，那你的限制呢也会跟着解放开来。这也就是我在推广旅游的时候，我很多的想法会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世俗的想法我也尽量不去听它。那我觉得旭山动物园当然在这一块区域也做了很大的变革，它就开始创新了动物园很多的不一样的经营方式，包含了像北极熊，本来是关在冰冷的泳池，总是无精打采，它就慢慢的用成开放式的，甚至呢准备了个篮球丢到冰水当中，让北极熊呢可以带球上篮，可以去灌篮，可以去玩篮球。这个感觉呢就会让北极熊怎么样，有活力多了嘛。或者是呢放蜂蜜让北极熊去舔去抓这样子。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企鹅大游行，也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看到的，企鹅原本被关在笼子里面或者在小池子里面游泳，那它喂食以外了就没力气啊，那没感觉啊。你想想看，这些企鹅本来生活在南极这么大的土地你现在把它关在这里已经够小了，那你还把它限制一个空间，所以他们干脆就把企鹅放在室外，变成了雕像，变成了行走，每天呢开放一个时间在雪地里面集体游行，到处逛逛。因为这一些动物本来就不应该被笼子关起来的，但是你说动物园如果不用笼子去关动物，像狮子放出来跑，那还得了那它食物可能很多，吃到饱为止啊，所以当然不可能。像比较简单的是企鹅比较没有伤害性嘛，所以他们就开始训练了企鹅游行。企鹅的习性呢，也是本来就喜欢在雪地里面集体游行，到处逛逛。那它本来就是动物界的好奇宝宝，整天关在笼子里面，长久下来，企鹅也会有压力啊。这么一做，你知道吗？企鹅放风了，企鹅有了自由，而且跟人互动了。游客看到企鹅，天哪，大家都开心的不得了。创新让旭山动物园开启了它的另外一个春天，也导致现在我们到日本北海道冬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程要走，就是旭山动物园来看企鹅逛街，了解动物的生态脉络，让原本冲突的关系变成和谐。其实旭山动物园并没有做出重大的改变，它唯一的改变是什么？因为原本的动物都在嘛，笼子也在啊，它改变了它思考的角度。以前是人看动物，现在是动物与人相看两不厌。所以你觉得创新重不重要？就像我跟很多人讲的一句话，有时候行程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的思维。旅游观念的改变会让你对旅游看法不一样，也会觉得很好玩。漂亮嘞这个是哈利波特里面的猫头鹰啊。哈利波特不是没有重叠过，是后来一直都没有走在一起过。对啊，哇，漂亮，好可爱。
看打哈欠呢。他听不懂中文。对哦，他要听日文，好吗？好怎么讲？お元気ですか？我就拍偶哎。お元気ですか？お元気ですか？加油的意思是你好。这种是那种大乘佛教那种，有没有？就是最后不是把人送回山上，哦，让他吃，让他吃，接着我们来到最有名的，叫做知床半岛。知床半岛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冬日行程，就是流冰。什么叫做流冰？流冰衍生出什么样特殊的冬日行程呢？你现在看到我们走到的知床半岛，离札幌其实距离非常的远啊，尤其是再加上冬天下雪。所以当你要走到知床半岛到王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其实开车在冬天大约有7-8个小时跑不掉哦，非常的长啊。但是呢，当你看到这一片的流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震撼。你看过流冰吗？其实在北海道也只有在特别的地方才看得到。知床半岛的流冰季节呢，不仅能够在海面上的流冰上体验到冰的感觉，还可以在流冰漫步哦，还可以看得到海水下海豹、流冰天使，还可以去泡流冰呢。然后还可以做什么？搭破冰船。首先，流冰是什么？其实也就是日文浮冰的意思。出现的地点就在北海道知床半岛的东北端的海域。这里的海域以及周边呢，包含了知床国立公园在内，它已经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哦，也是日本第一个包括海洋的世界遗产了。那我们现在从王走搭乘的破冰船要去破冰，那破的是什么冰呢？搭的是什么船呢？那前面眼前的这个海呢，又是什么海？我们眼前的海就是鄂霍次克海，我们在知床半岛外围的海域就是鄂霍次克海，而搭船的点就叫王走。你知道小时候你有上课，你会知道海水如果要结冰，那个冰点必须非常的低，淡水比较容易结冰，海水要结冰不容易啊。那这个浮冰是怎么形成的？在北海道上面就是另外一个国家叫俄罗斯，它有一个阿穆尔河，它的出口呢也就是鄂霍次克海，而知床半岛的外围呢也是鄂霍次克海。那俄罗斯的这一条河流里面的水是淡水，河里的淡水流到海里面，因为那个地方很冷，所以呢它就容易结冰，结完的冰流到了海这边，几乎都是在俄罗斯低温底下，淡水、海水结冰，而随着洋流流了下来，就漂流了到了知床半岛外面这一块鄂霍次克海的海上面。所以它并不是在这边结冰，而是从俄罗斯的淡水跟海水结合地方结冰之后，整片流冰流了下来。那流到了日本，当然我们就有流冰可以看。所以它不是常常都有，它也不是天天都有。基本上流冰的期间大约落在2月份到3月份之间，也就是北海道最冷的时候。所以看流冰非常的看运气，要有流冰来也要天候够好，有时候流冰来天气不好，你一样没有办法出海去看流冰。在有流冰的季节，平均的气温大约都会是在-6度以下，这也是北海道冬天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行程之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搭着破冰船，破冰船本身是运用船的重力开到那个冰上面压碎下去啊。所以你知道看到这些流冰很震撼呢。但是呢，你知道知床半岛上面环海海边的风又大又冷不然怎么会结冰不然这个冰早就化掉了。所以看到流冰的同时呢，也代表它会冷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你看看大自然从俄罗斯的冰流到了日本，日本就赚了观光财，这就是大自然给你的财富啊。那当然知床的流冰呢，
不只有知床有溜冰了，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也有溜冰，但是刚刚好像日本这个样子，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观光的方式呢，就不多了。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呢，现在都有暖化现象，像在北极圈的西北航道，或者很多地方，慢慢的都因为暖化的现象啊，然后这个溜冰呢，慢慢都在消失当中啊。日本的 NHK 报道北海道的鄂霍次克海溜冰中心在深入调查全球暖化，表示呢，现在每年可以看到溜冰的天数呢越来越少，已经缩减到了剩下不到1个月，所以已经比以前少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地球暖化真的很可怕，将来啊，很多的景点会慢慢不见，有些动物会消失啊。所以在旅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着敬畏的心啊，能够看到美丽的风景啊，我们都要觉得很开心啊。而且呢，我们更要好好的去维护它。看暖化导致成很多的气候变化到你不敢相信啊。所以我们常讲啊，这一次你看到了美景，这一次你可以玩得到，真的不代表啊你下一次就玩得到。所以爱要及时，玩也要及时。可以到世界各地走，何不干脆加把劲，现在就走呢？有时候啊，太晚走就来不及了。这个跟旅游团费一样啊，你会发现啊，它永远是一年比一年高啊。世界的物价永远是年年上涨。放心好了，
年年下跌，它也会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哦。我一直觉得来北海道冬天旅游的时候，除了看美丽的雪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看这里的动物。从前面看到了动物园的，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看狐狸，北见狐狸牧场。这里也有人叫它北湖村啊，在1899年就已经开了，算开很久了呀。而且附近的牧场虽然很多，但是呢，就这一个北见狐狸村开最久最有名气啊，所以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得到这些野生的狐狸就在你的四周围走来走去，它也习惯了观光客了啊，所以呢，你走到他家的时候啊，他都没感觉啊，他可能过来看看你，他做他自己的事情啊。那不然狐狸生性是会怕人的啊，在这边呢都已经训练到不会怕人了啊。但是他这里也会要求你不要喂狐狸吃东西啊。其实狐狸很杂食啊，而且啊，狐狸有一个强壮的胃，它对于腐食啦、小动物啦、有的没的啦，它都能够吃得下去而消化，所以狐狸算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动物哦。我们走进来之后呢，就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北见狐狸村带给你的震撼。这些狐狸呢，每一只都长得很漂亮，跟野外的不一样，因为有人养嘛，自然而然啊，伙食好啊，不会有营养的缺乏。而狐狸也不怕人了，你看呢，它趴在冰上面啊，没感觉啊，跟躺在席梦思的床是一样的啊。要是我们趴在冰上面试试看啊，没多久就受不了了啊。太棒啦！结成海的瀑布，你知道吗？水低于0度冰点，它就结冰了。但是海水结冰的温度呢是-1.8度C，在结冰的过程当中呢，大部分的盐分啊还会被排出来，也会用结晶的方式呢，有一些残质、杂质就留在冰上。所以海冰对高纬度地区还有极地地区啊，它的这个海洋热循环、生态系统、洋流都有很大的影响。海冰过多啊，我告诉你，这个港口它就封港了。所以北海道的很多的海港，它并不会结冰哦，只是我们看到的都叫做浮冰，所以是不一样的。而这些浮冰也会随着洋流飘来飘去，也会随着温度慢慢的融化掉。深层海水温度呢，常年会在0到3度，虽然低，但是你知道它不会结冰是有原因的，因为海水还会流动嘛，它流动性的潮汐比淡水还要来得大哦。所以呢，
贴近空气的海水表层，在冬天它会随着气温降低，也会降温，所以它超过零下1.9度，它就结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说海水结冰跟淡水结冰是不一样的，而且你还要看这个海水的咸度是几度，结冰的温度也会稍具不同。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鄂霍次克海的流冰流到了鄂霍次克海，那鄂霍次克海的流冰，它形成了海瀑布。这个是沃克兹海峡瀑布，这是雪融下来的水，然后由这里流入沃克兹海峡。沃克兹海峡。帐篷都是那个给人家钓鱼用的。香蕉船，5个人坐一支，5个人上一支的，平常哦，5人，2个人也能坐，3个人也能坐，5个人也能坐，哎，你看你要坐几个人都 OK。最多。哦，你人会不会湿掉？人只有在泰国做会湿，这里是北海道不会湿，放心。OK。碰到冰了。有香蕉船、沙滩车、钓鱼，还有就是摩托车。咱坐好，莫坐唔到边哦。小心小心，这里这里。大声一点，拜拜。加油！冬天的阿寒湖完全结冰之后，就变成了阿寒冰。阿寒冰国白色的游乐场
就出现在阿寒湖。所以谁说只有湖水能够玩香蕉船啊？你看啊，玩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啊。结了冰啊，我就把香蕉在冰上面拖，它是另外一种感受啊，而且全身还不会湿透透啊，只是会有点冷啊。没关系啊，我们就穿着它的装备啊，而且戴口罩都没有用啊，要戴这个安全帽，全罩式的。所以在阿寒湖冬季结冰之后，它就开始会有一系列的海上的行程，香蕉船啊、滑冰啊、雪地车啦、钓鱼啦，所有一切可以在冰上活动的就开始出现了。好，出发！哦，对，北海道真的是一个大自然赏识的地方啊，这个地方的纬度也很高，所以就算夏天来的时候，这里也还蛮凉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阿寒湖，阿寒湖的周围的四季都可以玩，也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参观的人数呢，每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呢，这附近还有保护濒临灭绝的丹顶鹤，丹顶鹤也定居在这个附近啊。从中国飞过来之后，就住在这个地方啊。那从中国到这边来避寒，那你说中国冷吗？因为中国它有另外一个叫西伯利亚那边的冷空气，所以在它的东北地区都比北海道更冷，所以他们会飞到北海道来避冬。对我们来讲，北海道已经算冷了啊。中国的东北地区就是更冷。阿寒湖的周围年平均温呢5到10度左右啊。夏季非常的凉爽，冬季呢就冷。你看看整个湖面都结冰就知道了。在夏季7月到8月2个月的期间呢，是全年度温度最高的时候，大概在25度左右。那冬天呢，就是12月份到3月啊，通常都是零下5度开始起跳，15度、20度都有啊。那因为现在的天气气候变化很大，所以有时候很难说它的这个温度到底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结冰的日期、结冰的天数啊、下雪的天数、下雪的日期等等都是啊。那无论如何，我们来到的雪国，也就是冬季的北海道，这种雪上活动是一定要玩的。骑这种4轮传动车，或者是在雪上做钓鱼等等啊。那骑这种4轮传动车要很留意啊，它的油门啊跟刹车啊，毕竟啊有时候跟我们在台湾道路上骑那种摩托车还是不太一样的。再来就是冰上钓鱼，我觉得冰上钓鱼对于亚热带的人来说，它绝对是最特别的一项户外活动，因为啊湖面结冰，但是呢湖面底下的河水、湖水依然是没有结冰的啊，所以这些鱼呢，在冬季食物就变少啦，然后这个时候它就特别饿啊。只要你在冰上面挖个洞，然后呢把饵放下去，就很容易钓得到了。所以对当地的人来说，冰上钓鱼
在冬季是很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现在已经变观光活动了哦。对他们爱钓鱼的人来讲，认为冰钓也是很好钓的，因为鱼都饿了嘛啊，所以你这个饵放下去，它马上就过来咬了。所以冰上钓鱼对他们来讲是很简单的，但说也奇怪，对我们来讲呢，却是很困难的啊。钓竿不是大小只的问题啊，就是不好钓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钓到呢，那也是很 lucky 啊哈。这个时候你钓到的时候，会不会把它拿来吃呢？好像大部分会把它放回去啊。体验一下这个活动，冰钓是在很多国家都有的，只要这个国家的湖水会结冰，温度够低，通常就会有这个冰钓的活动。举凡北美的加拿大、欧洲的芬兰、爱沙尼亚、挪威、瑞典，还有亚洲的韩国跟日本，还有中国的东北方，都有这个冰钓的活动。那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哈，为什么？就专为观光客设计嘛，所以你现在都可以在这个取暖设施的小屋内、帐篷内啊，慢慢的钓。我跟你讲啊，你如果在很冷的地方啊，你不要有这个帐篷啊，也不要有这个遮蔽物啊，你在那边钓钓看，哈哈哟！我告诉你哦，鱼还没有钓到，你已经先冻着了啊！北方寒冷国家最流行的户外活动，来到我们亚热带，一样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来北国冬季来北海道冬季来，体验一系列的所有雪上活动。怕冷的怎么办？穿暖一点。怕冷的怎么办？进到室内躲一下就 OK 啦。车上有暖气，然后现在这个也搭了帐篷，还可以啦。所以可以体验看看哦，除非你真的很怕冷。你看看，如果说带着女朋友来，或者是呢老公老婆一起来，我告诉你啊，寒冷的天气，对不对？大家在一个帐篷底下，你知道吧？牵一下手，感情会加温哦。每次我都很赞叹北海道它的观光旅游的盛况啊，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一年四季啊都有很多观光客指名要来的，而且北海道它一年比一年高的物价团费，物以稀为贵嘛，再多的饭店，再多的班机，好像都没有办法满足想要来北海道的旅客们了。尤其像冬季，对北海道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它还有包含了冬季的祭典。而我们这次特别安排来拍摄的，其实是北海道最特别的溜冰之旅。溜冰可以在上面走，也可以穿着防冻防寒的潜水衣到溜冰里面去感受溜冰，也可以坐着破冰船去感受霍克彻克海的溜冰，所以它有很多的体验活动。而要感受这些溜冰呢，你都必须走到知床半岛，其实距离道南都有一长段的距离，所以整个北海道它最热闹的地方就在道南地区，也就在札幌、札幌还有札幌以南，都是北海道最热闹的市中心。所有的最好的饭店、最多的餐厅也都设定在这些地方。我们现在来到了小樽，小樽的运河也是小樽的最大特色之一。小樽运河是北海道小樽的一处地标，1914年动工，1923年开通。运河两旁边呢，都是一系列的红砖仓库，而这里曾经是
日本北方的华尔街，因为以前很多的外国商船来到这个地方，载运货品、卸货、上货等等，所以这里就拥有了非常强大的经济量能。慢慢的，由于战争让这些工业倒退了，丧失了运河的功用了，所以有一半长度的运河被填平做马路。现在留下的部分的仓库都改建了玻璃工艺品、商品、茶店、餐厅、大型商铺，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观光区。这里拥有了最特别的玻璃制品，也拥有了玻璃制造工厂，可以好好的看。再来，这里也拥有了非常多美味的餐厅啊，还可以看到它历史的痕迹。进入了冬季的北海道，总是有令你想象不到的特殊景色。这是我们来到北海道小樽运河在冬季。